各分队汇报降落情况。报告，第1分队12人已经全部安全降落，集合完毕。第2分队12人全部安全降落，集合完毕。第3分队情况如何？第3分队11人安全降落，有1人下落不明。有队员看到他跳出机舱后，降落伞未能正常打开。尸体找到了吗？第2分队正在搜索。降落范围这么大，群山之间找一具尸体谈何容易啊！况且我们时间不多了。传我命令，搜索任务取消，立刻撤回。是。我们现在的位置，向北4公里是一个小村子，再往北8、9公里，就是我们本次行动的第1个目标——赵庄。我知道，诸位都是帝国军人中的精英，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，我们现在在虎头山的腹地，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孤军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、训练有素、战斗力极强的八路军，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、战斗力并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你们的对手，尽量少犯错误，因为你们每犯一次错误，都有可能导致本次任务的失败，也有可能危及到每一位队友的生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立刻更换装备，埋藏降落伞包，10分钟后出发，目的地赵庄。是。立正，向看齐，向前看。团长、政委，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大家看过之后觉得不对劲，特地派人把尸体送来杨村，请团长和政委去看看吧。走，带我们过去。是。好，政委，你们看。这些东西都是尸体上的。是，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认识，觉得很奇怪，就都带了过来。日本人？日本人怎么会在斜塘村呢？而且还穿着我们战士的制服。昨天到今天，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鬼子的飞机经过？有，今天早上我们都听到有鬼子的飞机响，而且和往常的不一样，好像飞得很低，声音很大，好像还不止一架。又是散家，又是乔庄，还真有你的。老周，你说什么呢？朱家军的突击队已经进山了。什么？进山了？那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因为他们不是从地面，而是从空中。空中？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？你看，这难道就是降落伞？战士们听到的声音不是鬼子的侦察机，而是他们的运输机。从死状上来看，这个人应该是在跳伞的时候主副伞都没能打开，所以摔死了。老周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让3连和直属队马上集合。是。领导，斜塘村离赵庄不远，鬼子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庄。加上这次行动，很可能是由朱夏军亲自带队的，我得去会会他。杨村方面就由你留守了，一定处处小心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先去转移。好。团直属队和3连已经在村口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老周，小心啊！你也是，出发。第1分队，率先潜入。是。2分队、3分队，包围村庄外围，掩护。是。
好，团长，这里就是发现那具鬼子尸体的地方。老姐，这次鬼子特战队估计来了几十人。几十人？他们降落在谢塘村，目标肯定是赵庄一带。对，我想也是赵庄。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，鬼子这次呀，怕要扑个空了。可是小鬼子们来者不善，我怕他们呀，迟早会发现转移的县委县政府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楚鬼子的人数，还有让部队加强对空警戒，不能让鬼子再空投后续部队了。团长，我们怎么才能搞得清鬼子到底有多少人？这附近有什么开阔地没有？有，往北500米。现在成战斗队形，6人分成一组，搜索前进。是。团长，有情况！降落伞，全部挖开，清点数字。是，过来。是。团长，一共发现36具降落伞。同学，到。通知政委，鬼子有36人的部队已经进山，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，通知各部队区小队、民兵密切注意由30多人或10多人构成的身着崭新八路军军服的部队，如果发现就地拦截。明白。赵介，来集合直属队和3连，目标赵庄，出发。是，全体出发。指挥官阁下，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房子，没有发现任何人。看来，赵庄的老百姓和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已经转移了。好快的动作呀！报告指挥官阁下，在赵庄东面的山路上发现了马蹄印。马蹄印。虎头山八路军能骑上马的人，肯定是重要的人物。顺着马蹄印追！指挥官阁下，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，还不见八路的踪影。这一带山高林密，会不会是我们的追踪方向出现了问题？不会的。你看，这一带沿路的脚印越来越多，只要我们随着印记追，就一定能找到隐藏起来的八路军。是。走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口令！别误会，同志，我们是八路军。啊，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！把枪放下。同志您好啊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俺叫三桂。三桂，你是哪个部队的？俺是赵庄民兵，负责在这边警戒。赵庄民兵啊，太好了，三桂，我们就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们和乡亲们的。鬼子马上就要行动了，你能带我们去找他们吗？啊，好，我们班长就在后面呢，你跟俺来吧。
好。同志，我们班长就在前面。班长，班长，八路军同志找你。啊，这是俺们班长，叫赵大兴。赵大兴同志，你好。八路军同志，辛苦了。你们是哪个部分的？我们是3连。3连？你们是3连的？难怪个个都这么威武。赵班长，您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？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要向他汇报。周团长？周团长不是在你们的杨村总部吗？正因为周团长不在杨村，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他。谁知道乡亲们都转移了，幸亏你们在。同志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们3连了，一直想带我的兵去3连好好跟你们学习。你们的驻地还在一线天吗？对呀。好，太好了！等这次战斗结束之后，我一定要亲自上一线天去找你们，向你们好好学习学习。欢迎吗？欢迎，你们随时都可以来。好，跟我来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同志，我们真的是3连的。3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。快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乡亲们，快跑！他们是鬼子！起来！走，慢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老乡们，请你们不要乱动，我们现在要对你们进行搜查。请问，骑马的人在什么地方？我就是那个牵马的人，和他们无关。要杀要剐，你们就来吧。请问老先生，把马让给你骑的人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知道了，也不告诉你们。拿着！住手！嘿，指挥官阁下，请下命令吧。下什么命令？卑职认为，他们都见过我们的面貌，而且知道我们不是八路军。卑职认为，对他们应该斩草除根。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。可是你是军人，服从是你的职责。是。请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们是大日本皇军，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。我们要对付的是八路军和武装的反抗分子，不是你们这些老百姓。你们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村庄，过平静的生活。最后，请大家转告周卫国，让他小心藏起来的100多个箱子。撤退。撤退。是。走。
村里没人，看样子乡亲们和同志们都已经转移了，小鬼子好像也没来过这儿。团长，我在村的东面山坡上发现野性的脚印，规模大几10人左右，看样子这队人马是随转移老乡方向去了。全体都有，战斗队形继续追击，鬼子就在前面。怎么样？左肩胛骨内缘刺入心脏，一刀毙命，专业的手法。这人死了4个小时了，这就说明鬼子离开这里起码4个小时了。咱们得加快速度，走。快！哎呀，周团长，你可来了！赵老婆，给乡亲们报仇啊！赵老不起来，兄弟们，没有保护好乡亲们，是我们八路军的失职。我周卫国在这儿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。多谢。哎，这事儿不怨八路军，这鬼子化妆成八路军，我们谁也没想到。赵老伯，鬼子怎么就这么轻易放过你们呢？他们鬼子有个年轻人，好像是他们长官，他不叫啥，俺也不知为什么。这个年轻人还说什么？他让俺转告您，叫您看好您藏起的那100多只箱子。团长，这什么意思？赵老伯，这地方不安全，你带着乡亲们赶紧转移。还有，赵庄也暂时不能回去。俺马上就转移，绝不给八路军添麻烦。哎，您误会我了，我们八路军是不会撇下老百姓不管的。3连长，到。1排、2排就地掩埋烈士的遗体，3排负责帮助老百姓转移，到达安全地点之后保护他们。是。哎，副团长，俺还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刚刚区小队打死了3、4个鬼子。谢谢。哎呀，村长，我这老骨头了，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了。非常感谢。团长，刚刚在那片树林，我和柱子发现野新的脚印。赵老伯，保重。你们也保重。追！看白的，给我转移两下。报告，指挥官阁下，尸体已经掩埋完毕。我知道，这次行动，诸位都已经尽力了。出现目前这样的伤亡，只是个意外。突击队的行动到目前为止算不上顺利，出现了本不应该出现的伤亡。对此，我这个指挥官应该负全部的责任。指挥官阁下，你们不必说。从这次行动的一开始，我就犯了2个错误。第一，我们的突击队的长处是突袭作战，不是和敌人面对面的交手。第二，我们低估了虎头山八路军的实力，
甚至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，虎头山八路军光正规部队就有1个团，而我们最大的对手周卫国就是这个团的团长。但是诸位也不用灰心，我们还有优势，那就是我们在暗，八路军在明，这就注定了我们是狩猎者，掌握着出击的主动权，而八路军只能被动地成为我们的猎物。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可以以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以任何方式对他们狠狠地打击。我们是突击队，是军人中的军人。我们要用实际战果来证明，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。诸位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第3分队派出2名队员，引开有可能出现的八路军的追兵，其他队员跟我行动。派出的2名队员，尽量把八路军的追兵引向东北方，为我们的行动争取时间。是。指挥官阁下，那2名重伤员怎么办？兄弟，你可以去替天皇效忠了。你永远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好子民，安心的去吧。多谢的。然后就地掩埋吧，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通过带走的右手回到故里。遵命，遵命。指手。对对，虎子，是。继续前进。报告，指挥官阁下，前方山下就是杨村。
你们看，村子中的院子里有电台，这里很可能就是八路军的团部。周卫国，我来了，不知道你此刻在不在？派出2名队员，抵近侦察，摸清八路军的稍微和布防情况。是，你们2个跟我来，走。团长，不对劲儿，怎么了？看痕迹，只有2个人。2个人？对，只有2个人。刚开始地上很干，林子不密，脚印也多，所以我不能确定，有点吃不准。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，只有2个人。现在地上脚印不多吗？是，现在地面上脚印虽然也多，但是我仔细观察过了，只有2双很深的脚印，其他都很浅，而且这些浅的脚印之间距离都很大。这么湿滑的路面上，绝不可能迈这么大的脚步。而且我刚刚观察过了，通过的叶痕也只有2个人。那如果鬼子一个接着一个的话，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？不会，因为林子这么密，每次通过了都会造成一次树叶的刮动，所以就算同一队人一个接一个过，也是一样的。地图。鬼子带我们走的这条路毫无目的性可言，纯粹是瞎转悠。他为什么要带我们瞎转悠？拖时间。拖时间？他为什么要拖时间呢？等天黑，夜战不光是我们的拿手好戏，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。会不会是对我们那100多个箱子动手？不可能，我那100个箱子他根本不知道放在哪儿，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？对啊，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呢？不好，赵姐，马上确认一下我们的方位。东北，调虎离山。他们的攻击目标是我们的反方向，西南。杨村。水生，你带2个人立刻去追击那2个鬼子，一定干掉他们。是，来2人，跟我走。主子，哎，你对密林也熟，带我们离开这里，上大路，我们要搞回杨村。是。全体急行军，目标杨村，走。报告，指挥官阁下，敌人的情况已经查明，村外有5处岗哨，2处流动哨，村内还有大约40名敌军，戒备十分森严。八路军的岗哨如此之多，就更说明村中有他们的指挥机关。周卫国可能就在此处。开始对表。现在时间17点05分，3、2、1，对时。天黑之后，第1分队率先潜入，一定要悄无声息地干掉所有八路军的哨兵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之后，第1分队在村口建立防线，阻击有可能出现的八路军的增援部队。第2分队、第3分队由我指挥，主攻周卫国团部。行动开始时间19点整。是。政委，你还在为下午作战参谋们的事儿生气呢？这个张仁杰啊，他怎么能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这些话呢？政委，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，你跟着我又不是1天2天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其实王参谋刚刚说的那些话，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卫排说过了，只不过俺们警卫排没人听他的。什么？他跟你们也说这个？是啊，政委，你别看张主任当着团长的面，每次都有说有笑的，在背地里他经常说团长的坏话呢。这是为什么？张仁杰，他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？不行，我得找他谈谈。政委，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去吧，反正这些话俺是不相信，大道理俺是不明白，可俺明白团长人好，见识多，能打鬼子。只要跟着团长，俺们就能打胜仗，就能杀更多的鬼子。俺们杀越多的鬼子，老百姓就越少遭鬼子的祸害。小虎啊，你还年轻，很多事你还不明白。
大家不要慌，可能是鬼子的小部队进村了。1班堵住村口，2班防止村后，3班留守团部，快！是。起立！各位，听枪声，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。鬼子的动作也太快了。小伙，你马上掩护机要员和电台，从会议室的地下通道撤退，快！政委，还是您先撤吧。少废话，执行命令。是。堵住大门，机枪上炮。是。跟我来，把文件烧了，快！把所有的面全找出来，快！仔细检查，不要遗漏了。快，迅速！大家分头突围。政委，你先吃，我们待会儿少啰嗦，快，快，走。政委，电台和机要员已经转移了，你快跟俺撤吧，鬼子已经冲进来了。走。政委，小五，沙盘回来没有？什么沙盘？就是作战室的雷达沙盘。在虎头山的兵力部署、火力布置，在那上面标得一清二楚，绝对让鬼子看见。政委，你先撤吧，俺去把那个沙盘给炸了。你从这道赶紧撤，我来炸。政委，俺是你的警卫员，你不走，俺走什么呀？小虎，你没听到枪声都已经停了吗？小王参谋他们可能都已经牺牲了。临阵脱逃的事，老子干不出来。你还小，能活就活下去。快走，这是命令。下去之后，把地道给我炸了。好小子，那咱俩都别走了，跟鬼子拼了！拼了！走，到作战室。接！政委小心！
谁是竹下郡？竹下郡，我听说你和我们周团长是德国军校的同学，还曾经是朋友。放下武器，投降吧。请你走近点儿，让我看看你长啥样。可惜啊，我只有1颗手榴弹。我最后警告你，不要再抵抗了，投降吧。我再也不能陪你一起打鬼子了，再见了，我的好兄弟。全体！奇怪，这个八路为什么把手榴弹投向屋子里，而不是直接扔向我们呢？是啊，那是因为这个屋子里边原本肯定有一个虎斗山周围地形的沙盘，这些旗子就是八路军的部署。那个八路军军官在死之前能把手榴弹扔进这个屋子，就是为了毁掉这个沙盘。指挥官阁下，被击毙的八路军尸体已经全部集中完毕，请指挥官阁下辨认。知道了。
尸体都在这儿吧？是的，都在这里了。没有周卫国。报告指挥官，屋子里已搜索完毕，在其中一个屋子里发现了一些被焚毁的纸张。从残存的字迹来看，应该是八路军的文件，可惜内容已经不复存在。另外还发现了一个地道口，但已经被炸塌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这次行动村子里面有火光，村子里面好像有我们的人，好像刚刚发生过战斗。是不是政委他们把鬼子给打退了？不是我们的人，是鬼子。鬼子？那政委他们准备战斗，冲！通知第1分队，准备撤出。这是。请进。客官阁下，村口突然出现了一批数量不强、拥有大量自动化武器、作战强悍的八路军部队，第1分队又有多人阵亡。分队长，请您示下。命令第1分队长就地掩护撤退。是。撤。看脚底下。明白。团长，有鬼没？拆了它。团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团部还剩下多少人呢？全没了，都没了。战斗刚打响的时候，政委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让我从地道撤退。赵小虎把我送进地道，说要保护好电台，回去接政委去了。可我在地道里等啊等啊，再也没有等到政委和赵小虎。后来我听到了爆炸声，再后来，我发现地道口被炸塌了。我赶紧顺着地道出了村。团长，政委是为了保护好电台，才放弃这次撤退机会的。团长，
团长。柱子，到。宋强夫下去休息。是。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，一直追到后半夜，才追上这2个鬼子。他们当时正在休息，被我们上去一刀一个给宰了。团长，政委牺牲了，我知道你比我们谁都难过。我林水生不大会说话，但我保证，一定找这些鬼子。一刀一刀把他们宰了，用他们人头祭奠政委。下面我宣布一下作战方案：第一，困敌，绝不能让这伙鬼子再自由地进出虎头山，自由地选择攻击的目标。通知各部队1级战备，更换现有的口令。对于答不上口令的部队，可以直接开枪。第二，欺敌。通知各乡镇政府，入侵虎头山的鬼子部队，大部已经被我消灭，只剩下20多个鬼子，而八路军的伤亡只有10来个人。是。指挥官阁下，情况怎么样？你怎么受伤了？还有1个人呢。短短2天的时间，虎头山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各处要道都有八路军在把守，每个村庄晚上都有巡逻队。那里的百姓似乎都被武装了起来。这些被武装的百姓，白天就跟着那支一直追着我们的八路军部队上山搜索，晚上则各返回各自的村庄。现在街上走动的百姓非常少，而且进出各村庄之间都需要一种特别的通行凭证，他们管这种凭证叫做路条。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路条，才会遭到他们的围攻。大岛军不幸战没，我也受了伤。这魏国好快的动作呀！你们有没有打探出前天晚上我们的袭击对八路军造成什么样的损失？据当地的百姓说，前天晚上我们的那次袭击，竟造成杨村八路军10几人的伤亡。不可能！电告宫本，老鹰第1次觅食未抓住飞扬，为寻第2次觅食机会，建议会猎计划立即开始。是。すみません。余団長殿、竹下中佐の電報より狩り計画の実施を提案しました。特殊園の件はどうなってる？竹下さんを信じてください。竹下君に伝えろ。計画は本日午後2時より始めろ。はい。5月7日下午2点
日军2个满编大队加上伪军3个团，大概5000人左右，突然从太丰和莱阳2个方向对我虎头山根据地进行扫荡。这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太丰，但是2路日军分别在清风峡和旗风口一线，遭到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展开的层层阻击，进展缓慢。由于鬼子这次扫荡，我们现阶段的工作重心不得不从寻找、歼灭如夏军在虎头山地区的突击队，转为反扫荡。驻守各要道、负责警戒的部队立刻归建，以在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，掩护村民转移。各区小队、村民兵抽调骨干力量，充实一线部队。那竹下军的突击队怎么办？鉴于竹下军的突击队现在还在虎头山，县大队和县政府暂时不能返回郑庄。我们服从独立团的安排。让。没问题。天黑动手。是。车队一共有27辆独轮车，每辆车上装有4个箱子，推车的都是八路军的士兵，另外还有100多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士兵随行护送。他们每个人腰间都有一个小包，从外形上看，应该是防毒面具的携行包。最后，他们进入9号地区的一个溶洞内，守卫溶洞的兵力是一个排，37人。27辆独轮车，每个车上4个箱子。一共108个箱子，数量倒是符合。人人戴着防毒面具，防护工作做得也很到位。一个排的兵力，倒也不难对付。魏国，难道这又是你犯的一个错误？指挥官阁下，这不正是您希望看到的吗？会猎计划开始后，八路军不得不将兵力用于对抗扫荡的皇军，才使得我们重新获得足够的活动空间。此次八路军转移那100多箱特种烟，估计就是怕，万一皇军一旦突破他们的外围阵地，他们将有可能失去这一要挟皇军的手段。不过，他们肯定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探查到这一情报，这恐怕就是中国人所说的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。恐怕我们不是黄雀，而是螳螂。指挥官阁下，虽然我军活动空间现在非常的大，但是八路军的那支部队还仍然继续在寻找着我们。我们现在必须赶快做出准备，否则的话，继续监视。是。附近10公里未发现八路军部队集结，那支一直追击我们的部队也进入了11号地区，距我部最近距离18公里。另外，溶洞外的兵力并无增加，他们都住在溶洞外的3个新建的帐篷内，似乎对溶洞里的东西非常畏惧。溶洞的暗哨一共有4个，每2小时更换一组，最近一次更换是20点整。现在时间是20点29分。如果2个小时之后情况不变的话，我们将于24点05分开始行动。现在开始分配任务。第2分队，行动开始后，由你们9人负责解决掉守卫部队的暗哨，并负责牵制守卫部队。是。第1分队，行动开始后，由你们6人携带炸药进入溶洞，负责摧毁那100多箱特种烟。记住，为防万一，进入溶洞之前戴好防毒面具。是。第3分队，行动开始后，由你们6人负责火力支援，并保证撤退道路的畅通。是。
就算你是黄雀，我也要在你眼皮子底下把那只蝉抓住。行动开始。是。走。面具。行动。开小玩的。是。全員全滅だ。時間がもうありません。赤眼空間お願いします。早く行ってください。もうすぐ廃止されますよ。行け痛い。团长，我们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。那就是说，现在还有4个人跟着朱夏群。1分队，跟我追！追！相手の中には凄腕の奴が必ずたくさんいるはずだ。じゃなかったらこんな速さでうちの罠を見つけ出せない。そして完璧にうちの地雷陣から逃げ出せないのだ。悔しいけど負けてしまった。
些細な間違いがこんな犠牲を招いてしまった。時間がかか。今回の失敗はこの私一人のせいだ。責任を取るからさっさと逃げろ。私のことは気にしないで。時間かか。今回は失敗したけど、もしカカが生き返ればいつかまた新しい突撃隊を作り出します。時間がないんだ。時間がかか。頑張ればきっとできますよ。分かった。一緒に生きて帰るなら立ち上がると誓う。時間がかか。今回許してください。一緒に行けば誰も逃げられませんから、突撃隊の未来のために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。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。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。時間かか。部下になったのは一生の誇りになります。行こう。1点钟方向，是。学生哥，就发现3具尸体。团长，还有一个鬼子，我带人继续搜。别追了，这3个人的目的就是掩护朱家军。以朱家军的能力，他们拖延的时间已经够长了。真有那么厉害？连我都追不上。